樊玉参谋阁内，陈凡正和王奎等人聚在这里，再次望向刘颖时的画面，并且将他刚才询问问天灵的消息共享出来。王奎，陈凡望向王奎。你去联系夏护阁阁主，让他将樊玉第3届春考建筑科目的优秀考生档案都发给我，尤其是那种散发思维比较强的。其余人有什么想法都说说，想到什么说什么。这个意外的出现彻底打破了樊玉的计划，这意味着樊玉需要更强的抵御，否则一旦这些危险波及到樊玉，那樊玉几乎没有任何还手能力。铜管，王奎第一个开口，这是我们遇见的第一座拥有铜管这个建筑的大陆。在此之前，无论是这片海域，还是战争泥潭袭来的大陆，都没有铜管这个建筑，而这座大陆有，这意味着要不是14级大陆所在的区域拥有更丰厚的资源，要不就是这座大陆的传承时间很久。陈凡轻点了下头，铜管是樊玉的核心建筑之一，甚至完全可以说，整个樊玉就是建设在铜管上的，而他们也早已默认将铜管当作是樊玉的专属建筑。如今却出现了第2座拥有这个建筑的大陆，你说的这2个可能都有。这座西大陆的传承时间至少有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了。陈凡认真道，毕竟那个废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很有可能当时的西大陆还是4级大陆，这么多年过去后，升至了5级大陆。就在这时，护阁新任阁主钱多多推门进来，狱主这个中年男人神色恭敬的将一沓资料递给陈凡手里，这是本次樊玉春考的所有考生档案。不过听说狱主想找那种思维比较开放的考生，我倒是有一个，叫钱小平。陈凡低头翻阅着手里的大量答案，头也没抬的开口道：哪呢？我没找到这个叫钱小平考生的档案。狱主，这批考生档案都是前来参加这次春考总考的。这个叫钱小平的考生并未通过民间初筛，因为他不是个建筑师，而想要参加樊玉建筑春考的最基本条件就是首先必须得是个建筑师。但这个人在民间有一定的名声，动手能力很强，是个很不错的木匠，而且在樊玉私塾里帮助不少建筑师更好的参悟了蓝图，思维开放能力极强，这是他的私塾老师对他的评价。陈凡接过来钱多多递来的档案，档案上最后一句便是这个私塾老师对这个钱小平的评价：一个很优秀的后勤辅助人才，可惜不是建筑师，否则肯定会成为优秀的建筑师。建议收纳樊玉后勤阁，如有机会给该学生一枚建筑师令，使其成为建筑师，该学生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师。樊玉如今正在大力发展，而这个过程的老师基本上都是尽心尽职，给出的评价也基本上都是真实评价，当之无愧老师之名，而这个评价已经很高了。建筑师令，王奎，樊玉现在有建筑师令吗？共计168枚。他人呢？陈凡抬头望向钱多多，带他过来。他现在是樊玉后勤阁的1级成员，我已提前让他在参谋阁门外等候，这就让他进来。下一刻，参谋阁被推开，一个浑身满是木屑的年轻男人有些忐忑地走了进来，站在陈凡面前，声音有些发颤道：狱主，钱阁主给我引荐了你，说你对建筑兴趣极其浓厚，也有这方面的天赋，观察能力和思维开放能力很强，但唯独不是建筑师。你的私塾老师对你的评价也很高，看一遍屏幕上的内容，告诉我你有什么看法。陈凡没有过多客套，直接在天眼之屏上快速重播了一遍刘颖时那个抓娃娃机启动的画面。原本还在忐忑的年轻男人在看见这一幕后僵在了原地，眼里满是震撼，仿佛有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在眼前打开了。原来建筑还可以这样玩。这是一座4级大陆西大陆自创的建筑，说说你看出什么来了？年轻男人闻言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狱主，这个铜管里流淌的光芒和无名山后方的导弹储备基地流淌的光芒颜色基本一样，说明这个巨大建筑的驱动方式大概率是袖珍银色闪电，而这个建筑最顶部那个圆形区域应该便是储存能量的方式，而这种能量樊玉如今也没有很好的储存方式，都是在玄武平原引来后便顺着铜管运往无名山。陈凡面色平静的轻点了下头，这都是些极其寻常的东西，谁都能看得出来，而且樊玉确实没有储存袖珍银色闪电的办法，这种级别的闪电极其难以储存，都是一直用完了就不引了，关闭9天引雷塔。但钱小平口风一转，这个西大陆虽然做了很深的防盗痕迹，但还是能看见一点痕迹，比如那个用来储能的圆顶。狱主，你觉得它像不像通天柱的顶部？陈凡眉头轻挑，快速放大屏幕上的画面，是有点像。你的意思是？没错。钱小平有些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掏出大量草图，我最近闲暇时刻恰好在研究这个课题，我发现储存袖珍银色闪电的方式其实樊玉一直都有，那就是通天柱，用通天柱储备便可以，只要将通天柱加以改造，便可利用通天柱的顶部做一个储能罐。这个西大陆大概率就是采取了这种方式，但内部更精密的东西我暂时就看不出来了。继续。陈凡声音没有多少波动，但望向钱小平的眼神里却多了几分期待。还有没有什么发现？有。钱小平捡起所有草图后才急忙继续开口道：首先是那钢索，这个钢索是由数百个钢索缠绕在一起的，上面的正文我看不懂，材料我也看不懂，但这根钢索必须承重力极强，才能抓起整个大陆。最重要的是，这个建筑的三角沟并没有特别大，三角沟完全张开后也就上千米宽左右，这个体型相比一座大陆来讲可以说是不值一提的。这就意味着，哪怕这个三角沟的拉力再强，钢索再硬，大概率也只是将整个大陆挖出一块土而已，不足以抓起整个大陆。这座大陆的硬度就不支撑
撑完成这个动作，除非是特别硬的大陆。所以这个三角钩要想勾起整个大陆，就必须有一个动作，那就是延伸。你们看见这个画面，三角钩落地后，钩爪一直在颤抖，这个过程就是在延伸，将大量类似于脉络的东西发射到这座大陆的深处，然后类似于渔网一样，将这座大陆罩起来，再勾起来并调走。其实樊玉也可以做到。陈凡这回彻底来了兴趣，你说说，樊玉怎么做到？在私塾的时候，老师说樊玉最近新增了一种轨质，叫做暗地脉根。这种轨质放入大陆后，会化作无数树木根系扎进大陆深处，稳固大陆板块结构的时候，大幅增强大陆硬度。倘若在3个钩爪上都放置一个暗地脉根，钩爪刺入大陆地表的时候，3个暗地脉根激活，便会有大量根系状脉络深处罩住整个大陆，并且因为稳固了大陆板块结构和增强硬度，也可以确保大陆能承受得住被吊起在空中以及高空托运。不过这里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暗地脉根身为轨质和建筑的融合激活性以及回收多次利用性，但手段是可以调试的，思路是大体不变的。就算没有暗地脉根，也得需要其他类似的手段，这样方可完成整个吊起运输一座大陆的工作。陈凡面无表情地望向面前这个从一开始的忐忑到现在开始侃侃而谈的年轻人，半晌后他忍不住轻笑了。挺好，但是研究建筑终究还得是个建筑师才行，光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还是不太行。没关系的，狱主。钱小平有些沉不住气的急忙开口道，我可以为那些建筑师辅助，给他们提供灵感。他是真的想多接触一下建筑，虽然后勤阁也可以接触很多建筑，但终究不如待在建筑师身边接触的多。不用，王奎，待会儿给这小家伙拿一枚建筑师令。好嘞，王奎笑着应了下来，有些像是看晚辈一样的望着面前这个年轻男生，这让他想起了很久以前的自己。是，钱小平僵在原地，眼眶瞬间通红，双膝猛地一软跪了下来。狱主，老师和他说过，建筑师令这种东西极其稀有，每次面试都会哄抢。他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拥有一枚建筑师令。陈凡上前一步，将钱小平搀扶起来，轻声笑着道：“我相信你配得上这枚建筑师令。”以及樊玉今日新立一阁，名为研发阁，后勤阁所登记的所有樊玉建筑师，以后全都转至研发阁，并且正阁、后勤阁等部门需调动一些人手加入研发阁，一起辅助研发建筑。研发阁最大的任务就是研发建筑，而你钱小平从今日起担任研发阁代阁主，负责整个研发阁的管理和调动。现阶段主要任务是挑选人才和将你刚才那个储存袖珍银色闪电的概念落地。当有了足够资历或者功绩后，正式转正。很快，研发阁的部门阁楼在无名山后方搭建起来。时间一点一点流逝，眨眼间便来到了永业新历05年1月1日，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是樊玉正式宣布一统的第5个年头，也是永业大陆准备正式进军战争泥潭的最后1个月。无名山内，王奎正带着自己的手下和天策及其手下聚在一起，最后一次清点樊玉的具体资源，准备应战。此趟战争泥潭将会是决定樊玉晋升至4级大陆前的最后一战。晋升4级大陆的条件，樊玉基本都满足了，就差在战争泥潭内的生存时间了，还差2000多天，靠硬抗过去肯定没戏，必须得掠夺。只要这一战打赢了，樊玉便将正式进入4级大陆的领域。与此同时，樊城的一座茶楼包厢内，2位陈凡正笑着端着茶壶给面前2个男人倒茶。远道而来，一路奔波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好猫和撒哈拉大陆之主齐齐摇头，寒暄几句后，陈凡眼里满是笑意。在上次齐越战役中，还得多谢2位的出手相助，其实也没帮什么大忙。好猫急忙出声道：“我们也没筹到多少枚鬼石，而且战后狱主已经第一时间还给我们了，还是帮到了一点的。”陈凡并没有就此多少说什么，只是面色平静地从怀里掏出2枚大陆核心放在桌子上。你们2人的大陆所有隐藏天道赐福都已完成，且晋升3级大陆的条件也都已完成，就差大陆核心了吧？2人没有讲话，只是望向桌子上的那2枚大陆核心，呼吸渐渐急促。陈凡停顿了片刻，这1年内，樊玉不但在休养，还在这片海域里清除掉了所有天道鬼，掉落了2枚大陆核心。好猫大陆和撒哈拉大陆的出手相助，他没有忘记，能有回报的地方，他从不会吝啬。给了2人一点时间后，他才继续道：“这2个大陆核心，2位带走，回去晋升3级大陆，以及1月后我会前往战争泥潭，寻求晋升4级大陆之契机。晋升4级大陆有3个方向，分别是战争大陆、和平大陆、后花园大陆。樊玉已别无选择，只能晋升第1座大陆，但我希望2位的大陆能分别晋升至和平大陆以及后花园大陆。当然，晋升4级大陆的条件极其困难，但倘若永业大陆成功晋升至4级大陆，会帮助2位同样晋升至4级大陆。我希望我们之间能保持密切的盟友关系。既然有3个方向，那3个方向他就都要。万一另外2个方向大陆会诞生什么独有建筑师，他也能从好猫大陆和撒哈拉大陆身上获得，不至于去高价购买。”他停顿了一下后，继续道：“晋升3级大陆后没有保护期，2位需要尽快发展。我会给2位留下一笔基础战争泥潭生存时间，每座大陆200天。这点时间足以让2位虽未进入战争泥潭，但面对其他从战争泥潭出来的3级大陆袭来时，也有一定的自保之力，至少可以撑到樊玉的支援到来。
3年后，樊玉倘若一切正常，便已晋升至4级大陆。若出了什么意外，那我们的缘分也就到此结束了。本次谈话遗忘便可，二位可自行决定大陆的未来发展。二位还有什么需要询问的？好猫和撒哈拉大陆之主对视了一眼，齐齐起身，眼里满是兴奋且恭敬的抱拳低头，愿听陈狱主的一切调遣。说这话时，好猫的胸脯都忍不住快速起伏。他一开始出手支援樊玉是为了什么？就是想将樊玉快点送走，然后他想办法晋升至3级大陆。然而事情发展的有点意外，发展到现在，樊玉还没走，他便有机会晋升3级大陆。3级大陆那可是3级大陆啊！而撒哈拉大陆之主更是感觉馅饼从天上掉下来了。他单纯是因为跟好猫关系好，所以好猫做什么他也跟着做什么，结果他也跟着沾了光。他从未想过自己的大陆有一日能晋升至3级大陆。陈凡轻笑着望向二人，坐下吧。对了，陈狱主，好猫大陆突然有些迟疑，开口道：倘若永夜大陆前往战争泥潭，那樊玉旗下的稀有岛屿要怎么处置？我们可以负责看守，只是万一有强敌袭来，我们可能会守不住。樊玉如今名下只有一座崎岖岛了，其余4座在齐越战役中都被打沉了，这个还在考虑中。我先跟二位说说晋升3级大陆后需要面对的事情和需要注意的事项。二位回去后切莫忘了。无名山后方，研发阁。短短数个月，钱小平的白头发便多了不少。少年白头远远望去少了几分英气，但身上却多了一种能配得上阁主之位的气质。此时正独自一人蹲在阁楼门前的空地上，手里握着木炭疯狂推演着，神情恍惚，宛如疯魔一般。又卡住了。陈凡不知从何处走来，站在钱小平身旁，低头望向地面上的草图，看起来像是通天柱顶端的横截面解剖图，还是无法储存吗？钱小平闻言下意识抬头，在看清来人后才急忙起身，语气有些沙哑，带着一丝愧疚，低声道：还是不行。通天柱的顶端是可以储备银锭，但没办法做到有序缓缓排出，无论是加个小口，还是用什么办法，一旦发生泄漏，都会立刻发生爆炸。研发阁是在去年10月1日成立的，距离今天过去整整3个月，而这3个月内，研发阁主要研发的事项就是银锭的存储，但3个月过去了，几乎一点进展都没有。这种强大的挫败感令他这几个月来吃不好睡不好，满脑子都是愧对狱主期望和感觉自己不配坐在阁主之位。陈凡轻点了下头，别灰心，慢慢来。他拍了拍钱小平的肩膀，示意其放松下来。这3个月他没催过研发阁的进度，今天专门来一趟，其实是想跟研发阁提一提崎岖岛的事情。他想着以樊玉如今的实力，肯定研发不出来西西一西西这个建筑，但能不能弄个小巧版的，这样就可以给崎岖岛吊在高空中，最好能调回陨落天穹上空，这样他去战争泥潭征战也会更加安心。不然将崎岖岛放在这里，总会放心不下。现在看来，研发阁的进度比他想象的要更慢，这件事肯定是不行了，那就只能用另外一个方案了。在离去前，他再次揉了揉钱小平的脑袋，慢慢来。研发阁如今的目的主要是磨合，不着急出什么成果的。你的成就在未来，不在现在，不要逼自己，你要蓄势待发，知道吗？话音落下，10息过去了，20息过去了，乌鸦过去了。钱小平低头愣在原地，一句话没说，身体没有任何动作，也没有任何反应，像是作画了一般，完全无视了身旁的狱主。半晌后，陈凡摸了摸鼻子，有些婉尊的嘟囔了一句：算了，那啥，反正你要注意身体，我先走了。小平不搭理他，这还是樊玉第一个人不搭理他的人。这些搞研发的都这么硬气吗？也就是他开明，换个大陆之主过来，这肯定是要动怒的。在陈凡走了许久后，僵在原地的钱小平才瞳孔中闪过一丝金光，整个人身体不受控制的快速发抖，嘴唇瞬间泛白的急促颤声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狱主，就像你说的那样，必须要蓄势待发。银锭不是普通能源，是给大型建筑功能的高级能源，不能像小溪一样缓缓流淌，必须得蓄势待发，大开大合。他扫了眼四周，却发现狱主已经消失不见，脸颊上闪过一丝疑惑，但很快便将这丝疑惑抛之脑后，快速朝身后研发阁冲去，同时大吼道：天书，申请一根储满银锭的通天柱，不，申请一根储满银锭的28级通天柱。而在另一边，崎岖岛大批后勤阁成员聚在这里，空中满是非洲，这座岛屿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陈凡也在这里，他在铺设玄天推进器，他有永夜领主面板，铺设玄天推进器要简单许多，无需钻入海底。正常来讲，玄天推进器都是铺设在岛屿边缘，用于提升推力的，而他这次则是铺设在岛屿正下方，同样是推力，但这个推力就不是横向提升推力了，而是准备升空了。还有2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让研发阁弄个袖珍版的西西一西西，吊在2万公里的高空中给带走，现在看来不可能。别的不说，樊玉也压根没有2万公里的钢索，没这条件。那就另一个方案，将崎岖岛搬到永夜大陆上面。狱主陈九天从远处走来，手里拿着一个密密麻麻的草图。崎岖岛本身并不大，按照推力，约莫108个玄天推进器便可使其崎岖岛升空。但玄天推进器本身就很重，装满108个后，岛屿重量又会增加，所以我们需要一点辅助升力，大概600艘非洲就差不多了。陈凡低头望向陈九天手里递来的草纸，是的，他要将崎岖岛弄成一个浮空岛，打包带走。他是不可能在征战泥潭的过程中将崎岖岛放在这片海域的。好，他点了点头，望向远处正忙碌着的一众后勤阁成员。这个工程如果顺利完成的话，那对于樊玉来讲也是一个标志性工程了，而且
且是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工程。第一座浮空岛，而且玉主陈九天有些兴奋道：“倘若以后我们资源足够，还可以给整个永业大陆下方都装满玄天推进器，弄个悬空大陆。如今肯定不行，永业大陆太重了。但等升至4级大陆乃至5级大陆，玄天推进器等级更高，动力更强后，说不定就可以了。到时候那就天下虽大，但大可去之了。”陈凡站在崎岖岛的边缘，陈九天的说法倒也不是没有道理。虽然现有手段无法支撑这个概念，但很多事情都是先有概念，然后再慢慢想办法实现的。很快，崎岖岛已经全部改造完毕，并且这几日早已在玄天推进器的推动下，来到了永业大陆附近，临近西荒岛。凡城大量百姓都从城内走了出来，3、5成群的聚在海边，望向距离仅有数百米的那岛屿。108台玄天推进器已经在崎岖岛底部部署完毕，而在空中，600艘非洲悬停在崎岖岛上空，每一艘底部都拖着比寻常钢索粗了3倍的缆绳，缆绳末端连着嵌入岛体边缘的钢环。就在这时，绝猴走至陈凡身旁，并将一个旗帜递给陈凡。陈凡接过，望向眼前这一幕，缓缓吸了一口气后，才猛地挥起3、2、启动。在启动这2个字脱口而出后，天书就已经把指令传到了所有人的耳朵里。下一刻，部署在崎岖岛底部的108台玄天推进器同时点火，海水先是在岛底沸腾，然后炸开，白色的水雾从崎岖岛底部朝四周喷涌而出，整座岛被裹在一团不断膨胀的白色蒸汽里。蒸汽只持续了短短数息，便被推进器的尾焰以一种极其粗暴的手段撕开。崎岖岛开始上升，岛底脱离海面，海水倒灌进崎岖岛离开后所诞生的空腔，发出沉闷的轰鸣声，轰隆隆，数百艘非洲的钢索在同一瞬间绷直，主牵引层的非洲全力向上拉，整座岛屿就这样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缓缓升空。而目的地是让崎岖岛从江北入境，沿着预先划定的路线一路向内陆推进。目的地是江南的一处湖泊，坐落在湖泊中央。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抵达目标地点。下方湖边早已围满了繁育后勤人员，开始做接应准备工作。崎岖岛开始下降，下降要更加困难，必须要精准控制玄天推进器的动力减弱，一旦减少的过多，便会重重砸在地上，就算岛屿没裂也不好。这毕竟是齐越等人的安息之地，这个过程需要对玄天推进器的精准控制，而且需要精细到一丝一毫。他虽是打造者，但要想做到这一点，还是有些困难的。不过有天书玄天推进器这个建筑，天书可以接管全线的。天书把下降速度分为10个阶段，每下降一段就重新计算一次所有推进器的推力配比。600艘非洲也在实时调整，确保岛体保持绝对水平。第一阶段推力减弱，陈凡手里的传音符响起天书那没有感情且冰冷的男声。陈凡站在湖边，眉头轻挑，望向这一幕，他突然真的很谢谢天命。如果没有天书，樊玉的很多计划都不能执行得如此顺利。终于，崎岖岛以一种极慢的速度砸进眼前湖泊，湖水缓缓溅起，水雾遮天蔽日，站在较远处都能感觉到一股凉意袭来。待水雾散去，崎岖岛已稳稳当当地坐落在了江南湖泊正中央，看起来就像是本该在那里一般。崎岖岛上的牧群完好无损。下一刻，一道掌声在岸边响起，紧接着更加密集的掌声在岸边响起，所有人都兴奋地鼓掌庆祝本次施工完美落幕。每一次不可能的工程，都会让所有人对樊玉的凝聚力更浓一丝。当一群人聚在一起，完成一件件不可能的任务时，凝聚力便会自然诞生。陈凡眼里带着笑意，拄着翡翠手杖望向眼前这一幕，挺好，这回去战争泥潭的时候就不担心崎岖岛的事情了，以后就安心住在这里就好了。然而，轰！就在这时，众人突然看见天边有一道巨大的蘑菇云升空了，那里是江北沙漠。所有人下意识僵在原地，紧接着几乎瞬间反应过来，有敌人袭来。所有人下意识有些茫然地望向陈凡。研发阁今日在江北沙漠阁有一项实验，调动了一根储满银电的28级通天柱，于刚才发生了爆炸，具体情况不明。钱小平阁主并未汇报具体情况，耳边响起了天书冰冷且不夹杂感情的声音。陈凡微微一愣，大步朝一旁传送阵走去。少爷，绝猴急忙拉住陈凡。樊玉没有直通江北沙漠的传送阵，要做非洲。很快，一群人又浩浩荡荡地急促赶向江北沙漠。离去前，绝猴有些面色复杂地回头看了眼崎岖岛。那钱小平要是死于这种爆炸，那别说崎岖岛了，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不过幸好，几人来到沙漠后，发现并没有伤亡。陈凡望向满脸灰烬赶来的钱小平，在看见对方眼里的兴奋后，眉头轻挑，难道真搞出来了什么东西？玉主成功了！钱小平有些兴奋地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图纸，深吸了一口气后，才继续道：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是在通天柱顶部戳一个小孔，使其储备的银电缓缓流淌出来，只是完全不可控，一旦戳破便会爆炸。原本已经完全卡在这里，但玉主你那句蓄势待发提醒了我，银电是一种极其稀有且高级的能源，主要用于给一些大型建筑功能，代替10级鬼石的存在。它是用来催动1这种超大型建筑，不是用来点亮鬼火的，所以不应该开小孔，要开一个大孔。虽然流淌出来的银电依旧是狂暴的，但这就是银电的本质。高级能源的本质一定是狂暴的，这就像是想要掀起海浪，就不可能用小溪一样，它必须狂暴的奔跑起来才不会爆炸。一旦想要压抑，便会爆炸。陈凡面无表情的沉默了片刻后，才开口道：说结论，简单点，银电的储备已经被初步攻破，储备的银电也可以用来使用，只是不能用来给通天柱再次充能，而是必须给一些大型建筑充能。一旦这个建筑对能源的需求没有那么高，接不住这股能源，便会发生爆炸。再直白一点，95无法和人类击掌，因为人类会死。
承受不住，他只能和另一个鬼皇击掌。一直以来，我们的方向都是缩小95的力气，但实际上这是个错误的方向。正确的方向应该是找一个能承受得住95力气的鬼皇。陈凡点了点头，他听明白了，就是樊玉暂时没有能用得到的这种能源的大型建筑。锤子有了，没钉子。那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王奎皱眉询问道。哦，那个啊。钱小平舔了下有些干燥的嘴角。我们在确认了这个结论后进行实验，一开始很顺利，我们开了一个极大的孔，大量银电流淌出来，落在沙漠上。这个过程并未爆炸，一切顺利。但流淌在地面上的银电没有东西接收，温度快速升高，然后导致通天柱里尚未流淌出来的银电发生了爆炸。返程路上，瘸猴站在甲板上沉思了许久后，才迎着夜风皱眉道：“少爷，我仔细捋了一捋，也就是说，研发阁成立3个月，仅仅是做到了在通天柱顶部开个大孔，而不是小孔。这件事对吗？那么多人力，那么多资源，3个月就换来了一个大孔。”陈凡偏头望向瘸猴，随意道：“你觉得没有意义？那倒不是。”瘸猴挠了挠头。我只是觉得从小孔变成大孔这个事情也不难，需要3个月吗？那你这3月内怎么不开口？你要是开口能省很多资源。陈凡见瘸猴这副囧样，不由突然笑了起来。研发就是这样的，很多看似极其艰难的事情，其实就在一个小细节上，而这个小细节往往能卡很久。这是一个战略部门，短期内我不指望它有什么收益。实际上，钱小平的这个成果已经让我很惊讶了。这意味着我们一旦晋升4级大陆后，当其他4级大陆还在苦苦寻求能够支撑大型建筑的能源时，我们已经可以自己产出能源，并且掌握了如何利用。你觉得这点价值几何？说罢，他没再讲话，只是望向远处渐渐落下来的黄昏。忙碌的一天又结束了，1个月后就要前往战争泥潭了。这一日，好猫和撒哈拉大陆之主又再次踏上了永夜大陆，坐在樊城的茶楼包厢内。这是你的200天，这是你的。陈凡将自己的掌心放在2人肩膀上，意念一动，将永夜大陆所拥有的在战争泥潭里的400天生存时间便转了过去。樊玉如今共有2521天，只要有3000天，便能将等级上限提到29级。他抬手打断了2人的感谢之语，直入正题。你的任务比较重。他抬头望向撒哈拉大陆之主，好猫的目标是和平大陆，所以他的任务是1年内没有经历一次战争。倘若好猫大陆遇见什么敌人，你尽可能多帮衬，别让好猫大陆经历战争。而你的目标是后花园大陆，这个目标需要你3年内在大陆上拥有除鬼族外的种族数量大于等于20种。这个目标是极难完成的，只能说尽量，我也会帮你。但黑鬼大陆的鼹鼠族也是一种种族，所以你也需要保护黑鬼大陆。这3个任务内，后花园大陆应该是最难的了。这片海域只有2个种族，鼹鼠、人类，想要凑够20个何其难。唯一能完成的方式就是永夜大陆在这3年内晋升至4级大陆，然后去了更广袤的世界，遇见更多种族，和诺亚方舟一般，一个种族带回来一个。明白？好猫和撒哈拉大陆之主重重点头，记下了樊玉所说的每一个字。樊玉基本上已经做到不能再做了，能做到这个份上，任谁来了都挑不出话来。行了，陈凡起身，这应该是我们短时间内最后一次见面。
去研发阁看看。入黄昏，研发阁依旧灯火通明。远远能听见钱小平讲话的声音，靠近后便看见钱小平站在研发阁门口，对着一众下方新加入梵域研发阁的成员讲话。钱小平看见了狱主，急忙一路小跑过来，并为陈凡介绍新加入研发阁的成员。不过让陈凡特别关注的是一个身高2米多的壮汉，如今正值冬季，他却穿着一个黑漆漆的背心和一个极其宽松的大短裤，在人群中极为扎眼。在看见陈凡望来后，这个壮汉咧嘴笑了起来，肩膀上还扛着一个巨大的铁锤，露出白花花的牙齿，瞬间身上那种压迫感少了不少，看起来变得好相处多了。他叫抱抱，这么大的壮汉取名取叠词啊，自己取的。这个我还没问。钱小平挠了挠头，他是个铁匠，以前在自己大陆负责打铁的，敲打出了一些很不错的玩意儿，是极其稀有的浴火者，不惧怕任何高温，因此成为了一名很优秀的铁匠。具体上线还没测试过，这个特性对于我们日后的研发也有很大的帮助。陈凡再次点了点头，也是人才。还有那位，钱小平指向抱抱脚边的一个极其矮小，像是小孩一样的女生。她叫甜心，是抱抱的亲妹妹，从小生了一场大病，之后无论是体型还是容颜就固定在了4、5岁的时候。这个女孩拥有言出法随的能力，比如说，抱抱，带着你妹妹甜心过来一趟。一炷香后，陈凡跟着钱小平来到无名山后方的研发阁实验基地，一根1级通天柱正矗立在地面。钱小平一路小跑至甜心身旁，掏出自己的身份令牌，将这根通天柱权限放给甜心，可以启动了。紧接着，只见这个抱着破旧布偶、长相甜美的女孩也并不怯场，只是清了清嗓，随后才举起手指，奶声奶气道：“启动。”下一刻，地面颤动，这根通天柱突然被启动，缓缓升至空中，外壳碎裂，喷射出橘红色的火焰，直入云霄。将这一幕全都收入眼底的陈凡，眼睛微微眯起，面部没有任何表情，但内心却掀起滔天骇浪。他从未见过的启动方式，简直匪夷所思。狱主钱小平一路再次小跑至陈凡身边，他的能力是可以为任何建筑下达指令，前提是拥有这个建筑的权限，以及这个建筑本身就有这个功能，比如定时一炷香后启动，又或是在升空一炷香后瞬爆，是特殊修行者天眷者。陈凡不由笑了起来，挺好。还有那边那个，看得出来钱小平对自己的选人很自豪。挨个介绍。不久后，陈凡离开了研发阁，拄着翡翠手杖回到1号洞穴。有了这批新的人才，梵域日后肯定能达到更高的高度。而在梵域无名山都在热闹的时候，永夜大陆某个偏僻的小乡村，一座院落的院门被轻飘飘开，吱呀呀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传来。夜色下，站在院落里晾衣服的万岁听见身后传来的声音，并未第一时间回答，只是轻叹了一口气，面色复杂的缓缓开口道：“狱主，你还能记住我，我很感激，但我心意已决。”如今，他转身望向身后人，声音突然戛然而止，来的人并不是狱主，而是那先生。万岁有些茫然，他自然认识眼前这位永夜大陆的天道，怎么今夜突然找到他？好久不见啊，万岁！下次还没看见人的时候，先别说话，万一说出什么不好的话就不好了。那先生快速走到院落的桌前，从怀里掏出纸和笔来，长话短说，我还急着去下一站，最近实在是有点忙啊。这封试卷写一下，我先走了。写完后你对着天空高喊我名字，我就来了。这是梵域下一届春考军测试题。万岁下意识捡起试卷，但很快便愣在原地。他第一次参加梵域军测春考时，只有1道题，如今10924道题，这得做到什么时候去啊？那不是。那先生摇了摇头，你别管是什么，先做就行了，认真做。狱主专门叮嘱过，别乱写哈。没其他事了，你先忙，我先撤了。那先生转身朝院外走去，院门还未关闭，人便已消失在空中。时间飞逝，1个月时间转瞬即过，大战即将开始。梵域的一些基层成员可以放松了，但部分岗位的人却完全不敢松懈，进行着最后的校准。陈凡独自一人来到了导弹储备基地，站在夜色下，面色平静地望向这批他储备了1年的通天柱，安静肃穆且冰冷。该启动了，希望诸位做好了来自梵域底蕴全清的疯狂时刻。只是在前往战争泥潭的最后几日，暗阁近乎所有成员都散在这片海域的所有大陆上，只为一件事情负责，那就是调查这次加入梵域的近8万成员的身世背景。不久后，一身素衣的少秋推门而入，抱拳行礼，陈声汇报道：梵域本次新收纳成员了73892人的身世背景全部调查完毕，其中研发阁所有成员背景均干净，暂无发现和战争泥潭那边的大陆有什么交集。但少秋停顿了一下后才继续道：剩下的人中有8个人和战争泥潭的大陆有交集。本次新招收的梵域成员一旦被录取，其家人都可以一起进入永夜大陆。但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其实是有家人的，但却以孤儿的身份加入梵域。而在这几日，他们的家人突然离开原住所前往新的城池，并且多了一笔数额较大的莫名鬼石。不过在进入永夜大陆之前，每个人都贴身搜查过了，并未发现传音符之类可以和外界联系的手段。要秘密清除吗？陈凡眼皮缓缓合上，靠在椅背上面无表情的陷入了沉默，指关节无意识的在桌面上轻扣着。
半晌后才轻声道：“不用，名单交给我，接下来我会让他们的负责人想办法给他们争取一些独处空间。你负责派人全天候暗中监视，找到他们和外界联系的方式。倘若他没发现这件事，那这个就是隐患；但既然他发现了，那这个就是后手。明白？”少秋点了点头，快速离去。在少秋走后，陈凡才睁开双眼，起身伸了个长长的懒腰。战争泥潭这些大陆手是伸得真长啊！他还以为过去1年大家都忘记他了呢，看起来好像还是盯他盯得很紧。第2日，永业大陆一侧的旋天推进器被齐齐点亮，下一刻，整座大陆开始在海面上缓缓移动，目标战争泥潭，而恶意大陆则是紧紧跟在永业大陆身侧，目标同样是战争泥潭。另外一边，战争泥潭纷争几乎从不停止，但今日核心区域迎来了久违的和平。而在最核心区域的一座小岛上，一场针对永业大陆的同盟会议正在展开。一个刚晋升3级大陆的势力，又掠夺了那么多大陆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这块肥肉，那些战争泥潭的大陆之主已经盯了很久了。不过，除了清除樊玉这个最大的竞争对手，掠夺樊玉的所有战争泥潭生存时间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核心区域的这几座大陆实力基本都差不多，一直无法决出战争泥潭的王，决出最终的胜者。而永业大陆，一个充满机缘的大陆，一个极大可能拥有远古之宝的大陆，若是在这座大陆上夺得一些机缘，便可打破僵局，一举晋升4级大陆，成为战争泥潭的王。只不过，他们的一举一动却被站在天眼大屏前的陈凡悉数看在眼中。停火了！永业大陆，陈凡站在参谋阁内，望向天眼大屏上的战争泥潭，俯瞰画面，轻挑了下眉。天眼之眼无法看清楚战争泥潭里的具体画面，但可以看见核心区域的那些大陆齐齐停火。在樊玉启程的那一刻，何义伟不言而喻。狱主一旁的陈九天快速讲解着这些日子参谋阁定好的作战计划。樊玉现有战争泥潭生存时间2121天，还差800多天，便能将等级限制突破到29级，突破到30级需要5000天。按照我们的第一计划，樊玉在进入战争泥潭后，会在边缘进行包头皮战术，快速掠夺一些弱小3级大陆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从而突破3000天，让等级上限突破至29级，尽可能不和核心区域的那些底蕴强大的3级大陆产生冲突，然后再徐徐图之。陈凡坐在椅子上，给自己倒了一杯凉茶后随意道：“这个计划取消。”陈九天微微一愣，虽然才注意到在天眼之屏上，核心区域的已经完全停火，并且有的大陆已经在朝战争泥潭边缘驶去，明显是已经在等着他们了。情况比他设想的要更糟糕一点，核心区域的势力已经达成了意见统一，明显准备在他们刚进入战争泥潭的时候就开战。包头皮战术肯定是用不了了，没有包的机会。万岁！陈凡突然在空旷的参谋阁里随意道：“你说说看呢？”下一刻，参谋阁里响起万岁那熟悉的沙哑声音：“乌合之众，核心区域的势力彼此征战数年，很难完全联手。若是再有一个强有力的外敌压迫下，或许可以做到。但樊玉并不是那个强有力的外敌，这种情况下，稍微离间便可使这个联盟分崩离析。比如，根据监听到的消息，他们的目标之一是阻止樊玉成为战争泥潭的王，从而获取正统性。但实际上，樊玉根本不需要对外放出消息。樊玉早已吞噬了原始大陆的碎片，并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早已有了正统性。再放出话，樊玉无需成为战争泥潭的王，并愿意扶持一座大陆成为战争泥潭的王，联盟不攻自破。话音落下，陈九天满眼茫然地愣在原地。这个声音是阁主万岁的声音，阁主回来了吗？可为什么没见到人？只能听见声音传出，声音从哪发出的？好像是天眼之屏。陈凡轻笑了起来，眼中闪过一丝满意。别看了，樊玉第16号天道万岁永生版。前些日子，我派人去给万岁送去了一些试题，通过试题答案将万岁的思维提炼出来，喂给了16号天道，从而诞生了万岁永生版。基本上拥有万岁的思维方式，这是他的杰作之一。人才是很有用的，但人才终究会死，或者说人才终究会辞官不干了。这对于樊玉来讲就不是很好了。这个天道拥有最基础的思考能力，效果虽然不算特别强，但至少提出的建议可以当做一个参考。在解释完原理后，陈九天才有些懵逼地望向天眼之屏，听起来像是他的老师被炼化了的，但总归是个好事。不知为何，在听见老师的声音后，他突然感觉心里有底了不少。狱主！就在这时，一旁的后勤阁成员小跑过来，递过来一张草纸，这是监听到的最新情报。挺好。他低头轻笑了起来。虽然樊玉如今储备的通天柱足够多，完全可以扛得住一波大规模的战争，但能少消耗点通天柱，自然没有任何问题。他抬头望向陈九天，挑眉道：“可以了，稍微夸大一点吧，还是要真实一点的。”明白。陈九天深吸了一口气后，重重点头，很快便传令下去。片刻后，陈凡再次望向天眼大屏上被天眼之眼所观测并放大的8个画面，忍不住轻笑了起来。传吧，消息都传回去，那批人估计又得开会了。狱主，后勤阁成员大步上前。我们监听到那个比特大陆的大陆之主又开始召集开会了。挺好，战争泥潭核心区域的一处岛屿，要成为战争泥潭的王很简单，谁能占据这座岛屿1年，并且在此期间这个岛屿及周边没有战争诞生，占据这个岛屿的势力便是战争泥潭的王。这期间哪怕有一根通天柱向这个岛屿袭来，也得重新计时。这些年里，这座岛屿不知抗了多少根通天柱的洗礼，但也只有密密麻的弹坑，岛屿并未碎裂，颇为结实。而此时刚散掉的一群人又回来了。诸位，比特大陆的大陆之主面色有些难看的率先
先开口道：“我在樊玉的案子告诉我，樊玉储备了30万亿枚鬼石，诸位对此有何看法？”无人讲话，齐齐陷入沉默。30万亿枚鬼石，倘若樊玉真有这个数字，那不是他们对樊玉有什么看法，而是樊玉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在如此之大的鬼石底蕴碾压下，樊玉甚至不用任何战术，直接通天柱洗礼就行。战争泥潭里有一个算一个，没一个能扛得住。会不会是假消息？彼岸族的鬼王嗤笑道：“你们知道30万亿枚鬼石是什么概念吗？不出意外的话，战争泥潭所有大陆加起来的底蕴都没这个数吧？虽然战争泥潭经常会诞生黑渊，但大家彼此征战，又能剩下多少底蕴呢？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的案子被发现了，故意翻出来的假消息？没意义。”比特大陆的大陆之主皱眉道：“就算我的案子被发现了，难道樊玉觉得凭这个消息就能吓到我们？”呵，彼岸族的鬼王耸了耸肩，看起来确实吓到了，还吓得不轻。动脑子想想，从哪能搞这么多鬼石？天上掉下来的？我的案子说是击沉了一座远古鬼族大陆，从这座大陆上所获得的消息，我对远古鬼族大陆没什么了解，你们了解吗？下一刻，这个原本还在嗤笑的彼岸族鬼王突然沉默了，许久后才声音沙哑缓缓道：“我曾有幸见过一座远古鬼族大陆，其黑暗能量极其浓郁，确实会诞生大量黑渊，从而获得大量鬼石。但远古鬼族的实力极强，樊玉不可能为敌的，除非是刚重归还在沉睡的远古鬼族，处于最虚弱期。但远古鬼族大陆怎么会突然降临在永夜大陆附近？这不可能。远古鬼族大陆降临的地点都是……等等，被永夜大陆灭掉的那几座大陆是企业人大陆是吗？如果是企业人的话，他缓缓闭上眼睛，没再讲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确实有可能是真的。一直未开口，天赐大陆大陆之主缓缓开口道：“我们大陆有特殊的对外监测手段，在1年前，我监测到在永夜大陆附近有一座黑暗能量极其浓郁的大陆突然降临，那座大陆应该就是远古鬼族大陆，而且我的案子告诉我，樊玉储备了近2000万根通天柱。”另一侧，一个老者也声音沙哑道：“我的案子也有消息传来，樊玉早就吸收了原始大陆的碎片，拥有了正统性，且大陆坚硬程度足够，本次进入战争泥潭，只差生存时间到5000天，便可晋升至4级大陆。”一时间，所有人都沉默了。30万亿枚鬼石，近2000万根通天柱，正统性，一个个消息砸下来，给他们砸得头晕眼花的。在众人沉默许久后，比特大陆的大陆之主那个光头男人才有些不甘的咬牙，一字一句道：“我们的案子好像是都在今日内赚回的消息是吗？我们先按兵不动，不做任何反应。假设樊玉是发现了我们的案子，对外放出虚假消息，企图瞒过我们，先做观察。倘若进入战争泥潭后，樊玉一直在边缘，那便是漏气，我们便扑上去围攻。倘若是毫无畏惧的直接驶入核心区域，那我们再谈其他。”众人对视了一眼，齐齐点头，都默认了这个建议。参谋阁内，陈凡正低头望向后勤阁成员送上来的最新监听消息，在岛屿上的会议内容听不见，只能等这些大陆之主回到自己大陆，通过传音符将命令传达下去的时候，他才能判断大概讲了什么。狱主陈九天走到陈凡身旁，那按照接下来的计划，我们在进入战争泥潭之前，需要先告诉战争泥潭的一众势力，我们无意争夺战争泥潭王的位置吗？预计10日后，我们便会抵达战争泥潭。当然不。陈凡摇了摇头，挑眉道：“战争机器的任务都没完成呢，这是晋升4级大陆的首要任务。战争机器晋升3级大陆后，累计发射100万根通天柱。上次的祈月战役里，樊玉总共扔出去了20万根左右的通天柱，还差80万根的缺口。也就说，无论战争泥潭里的一众势力信还是不信他的说法，都得先轰一波，不然任务怎么完成？不过当然了，我们樊玉是礼仪之邦，讲究一个先礼后兵，本无心征战，实属天地逼迫。我们虽然使用通天柱，但我们行的和平之事，秉的是道义之心。在距离战争泥潭还有3、4天的时候，对战争泥潭放出消息，说投降者不杀，不投降的大陆挨个洗一遍。明白？陈九天咧嘴笑了起来，他喜欢这个作战计划。只是狱主，我们要怎么向战争泥潭里的势力传信？是要让95派人先进去，还是这件事情说起来简单，但真要做起来，他一时还真想不到怎样才能更好的给战争泥潭里的一众势力传信。这个你不用管。陈凡摇了摇头，我有我的手段。下意识间，他望向永夜领主面板上的一个建筑天道赐福效果。天道赐福效果，苍天有眼，天眼之眼可在云层书写信息布告天下，类似大陆晋升的天道通告意象。这个天眼之眼的天道赐福效果，他只用过一次，是他生日那天用这个传话，不但效果很好，逼格也有，侧面也可以证明他吹的牛皮真实性。陈凡笑了，继续翻阅着手里的监听信息，希望战争泥潭里的一众大陆会喜欢他的礼物。不过他说了个谎，那个战争泥潭的王，他要的不过不是给他要的，给95要的，95也得晋升至4级鬼族才行呢。10日后，永夜大陆一直启动的玄天推进器缓缓熄灭，到了前方便是战争泥潭。陈凡站在江北防线，远眺前方，靠近战争泥潭的海域，海水变得渐渐如墨一般漆黑，巨大雷雨风暴圈笼罩了整个战争泥潭。少爷，站在一旁的瘸猴低声道：“我们到了。”是啊，陈凡轻声重复着：“我们到了。”这不是樊玉最后一场战争，但对于樊玉来讲，却是极其重要的一战。这一战决定着樊玉能否顺利晋升至
制4级大陆。而和上次不一样，这次樊玉的底蕴准备的足够久，而对手也不是那种远古鬼族大陆那种夸张的敌人。他轻轻摩挲着手中的翡翠手杖，下一刻，一幕幕巨大的文字毫无征兆的突然浮现在战争泥潭每座大陆的上空。他要告诉所有人，他樊玉来了。下一刻，战争泥潭的薄雾上空，云层开始扭曲搅动，朝同一个方向汇聚。战争泥潭里所有大陆上的人满眼骇然地望向头顶高空的异变，这种异变只有在大陆晋升的时候才能看到。难道是有终极天灾降临了？一时间，无数可能在人们心里泛慨。很快，云层开始翻涌，渐渐浮现出第一行字：樊玉成原始遗泽，立正统于天地，素以礼仪自持。在看见这行字的瞬间，有人皱起了眉头。樊玉是个势力的名字，没听过啊？这又是哪来的庞然巨物？为何能如此轻描淡写的在战争泥潭上空书写天道通道的存在？此前应该不是战争泥潭的势力才对。但岛屿上的一众人面色已经渐渐难看了起来，阴沉滴水。樊玉真的是一个从未去过战争泥潭的大陆吗？这种手段他们闻所未闻。紧接着，第二行字浮现出来：亲至泥潭，非为争雄，唯取生存时日，已进4级大陆。这句话出现的一瞬间，所有人明白了，想要晋升4级大陆，便需要正统性。而现在看来，樊玉应该是早已有了正统性，无心成为战争泥潭的王，只需要足够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即可。这是好。岛屿上的一众人若有所思，这好像是在说不愿和他们为敌，希望和平相处，大家各玩各的。他们继续争夺王的位置，樊玉只想凑够时间。但很快，云层翻涌的下一行字推翻了这个猜想：现实者礼待而存，惧者兵临而亡。不是个玩个的，而是一起配合樊玉玩。不配合樊玉玩的，兵临而亡。简单直白，甚至没有任何客套话。这根本不是什么示好，而是赤裸裸的示威。有人慌了，有人冷笑，这意思是一个3级大陆想以一己之力挑衅整个战争泥潭，是不是有点过于嚣张了呢？但无论什么反应，所有人都在等下一行字：顺逆生死，诸君自裁。整个战争泥潭陷入极其诡异的寂静，没了。当这最后一行字落下来的时候，云层开始缓缓散去，那些金色文字一寸一寸的碎裂，重新化为白云，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云层散尽，天空恢复了平静，但战争泥潭近乎所有人都亲眼看见了这一幕。接下来留给他们的是商议时间，给还是不给？樊玉的诉求很简单，他们上缴战争泥潭的生存时间即可。只是开什么玩笑，在战争泥潭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怎么可能轻易上缴？而在核心区域岛屿上的人全都齐齐陷入了沉默，无一人开口讲话。他们一直在等樊玉露怯，而樊玉给他们的答案好像是嚣张，再等等。比特大陆的大陆之主又是第一个开口，一字一句的缓缓道：樊玉没有固定时限，没有明确说明在几日前上缴生存时间，也没说上缴多少，全部上缴还是保留一点，说明樊玉其实也没指望我们会乖乖上缴，肯定会有下一步动作，且看他下一步如何做。战争泥潭，谨慎大陆，那个面色阴柔的年轻男人正站在原地，抬头望向头顶。云层上翻涌的字早已褪去，但他还是保持这个姿势，久久没有多余动作。不知过去了多久，才轻叹了一口气，有些无奈的低头苦笑了起来。樊玉第一次听见这个势力名字的时候，还在1年前。战争泥潭的所有企业人大陆连夜偷偷离开战争泥潭，最后在数万公里的海域上和樊玉交战。一番惨战之下，樊玉以出晋升3级大陆之手段，将来袭者尽数诛杀。他当时就觉得这个大陆有问题了，这肯定不是寻常的3级大陆。他还想过，若是永业大陆来战争泥潭，肯定会掀起一番血雨腥风，比如从战争泥潭边缘区域一路杀进来，成为核心区域新的一座底蕴大陆，然后大家彼此继续征战。只是他没想到，樊玉的行事风格要比他更狂一点。此处战争泥潭一直没出现一个能拥有绝对碾压其他势力、拥有绝对控场能力的势力，难道如今要有了？圣主，我们怎么行事？等他微微咬牙，他不可能如此轻易的交出生存时间，至少得让他看到一点什么。少爷，那我们接下来要开轰吗？不，陈凡摇了摇头，轻笑道：发酵一下，给他们一点反应时间。明日我们正式进入战争泥潭，再开启全覆盖打击模式。他抬头望向远处战争泥潭周围的雷雨风暴，在无人注意到的角落，他发射了一根1级通天柱，在即将进入战争泥潭的时候被风暴绞杀。通天柱无法从外界向战争泥潭进行打击，同理，内部的应该也不能对外界打击，这意味着他没办法在战争泥潭外围对战争泥潭内的所有大陆进行无差别覆盖打击。不过不打紧，进去打便可。原地休整1日，明日启程。一声令下，永业大陆开始原地休整，而他则是在绝侯的陪同下，单手背负在身后，远眺天边，眼里带着丝丝笑意。他已经开始期待4级大陆的日子了。自创建筑蓝图市场等一系列东西，那是一个崭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也不知道其他4级大陆都在做些什么，包括那个已经晋升至5级大陆的西大陆。虽然未和这个大陆有过交集，但这个大陆留给他的阴影极大。他可不想让自己大陆在某一天突然被像抓娃娃一样抓走，必须变得更强，方能应对日后的一个个危机。永业大陆不起眼的某个乡村里，正坐在院落石桌前奋笔疾书的万岁，突然听见耳边有什么动静，下意识抬头，便看见那先生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身子前倾，低头望向他写的东西。
还差最后一刀。万岁匆匆说了一句后，才继续低头沾了沾笔墨，很快长松了一口气，有些略微疲惫的将手里一摞摞极其厚重的牛皮纸递了过去。都在这里了，内先生，你10日前让我撰写的12000道关于军策，以永业大陆的为主题的试题已经全部书写完毕。话说，我们真的要为今年的考生出这么复杂的题吗？没有。内先生快速扫了一遍所有试题后，才将这些牛皮纸再次放在万岁的石桌上。这些试题你都答一遍，答细一点。狱主要。万岁低头沉默了许久后，才突然起身，要不我还是回去吧，我去找狱主，我不辞官了。他这话自然是气话，他不可能复官了，只是他觉得自己辞官后好像也没有轻松下来。如果你愿意回去参谋阁当阁主，那陈凡自然是会很开心的。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不用。万岁急忙伸手拦住内先生，叹了口气后无奈道：“我瞎说的。”内先生见状不由笑了起来，从怀里又掏了一纸文书，这是陈凡对你的最新任命，由我转达。陈凡说是否接取任命完全看你，你任何时刻均可带着这份文书去樊狱报道。万岁低头望向文书上的内容，微微一愣。狱主准备将所有私塾集合在一起，成立一个教育部，邀请他担任教育部部长之位，享樊狱8级成员待遇，此后负责樊狱私塾教学事宜。狱主说，樊狱的私塾需要一个正规统一的管理，这个位置需要一个有足够履历、足够才华、足够资历的人去做。他万岁当仁不让。万岁低头望向手里的文书，面色复杂的沉默了许久。狱主太了解他了，他不可能回参谋阁。在乡间种田的生活虽然轻松，但他并不适应。这些日子的不断答题出题，反而倒是让他找到了一丝久违的感觉。他想回樊狱，但樊狱没有合适他的位置。替我转告狱主，我会去的，我定不会辜负他的期望。好，内先生笑着摆了摆手，随时可以去。先答题，答完题叫我。随后才再次消失在原地。时间缓缓流逝。第2日，永业大陆的尾端沉寂了1日的玄天推进器再次点亮，宛如庞然巨物的永业大陆就这样缓缓钻入风暴区，一头扎进战争泥潭。数千道橘红色的火柱从大陆四周的海面下喷涌而出。永业大陆以巡航速度切入战争泥潭的风暴圈，风暴圈边缘的狂风和雷暴打在永业防线的城墙上，大陆没有丝毫晃动。经过原始大陆碎片、大陆异化2次黑暗科技以及暗地脉根和数座大陆本源的层层加固，永业大陆的坚硬程度早已超出了战争泥潭边缘风暴所能撼动的层级。很快，永业大陆便已正式来到战争泥潭这片3级大陆混战的区域。穿过风暴圈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看见了战争泥潭的真面目。陈凡站在江北防线上，远眺天边，视野尽头看不见一座大陆的影子。那就开始吧。他拄着翡翠手杖，站在城墙上，轻声道：“大屏上，战争泥潭的海域图正在被天书一点一点的精确补全。那些薄雾对天眼之眼的干扰确实存在，但在樊狱进入战争泥潭后，这些干扰正在快速消失，很快便锁定了11个主要目标的精确坐标。这11座大陆分布在战争泥潭的核心区域，彼此之间的距离从数十里到数百里不等，正好形成一个松散的环形。这是在岛屿上开会的11座大陆，也是本次覆盖性打击的主要轰炸目标。第1轮瞄准77座3级大陆，进行全体覆盖性无差别打击，每座大陆投入1000根普通通天柱，其中夹杂着数根战略级通天柱。战略级通天柱的爆点选在一些开阔无人区域。陈九天望向天眼之屏的画面开始快速下面。本轮打击主要以威慑为主，要告诉所有大陆，樊狱能轻而易举地突破他们的火力防空系统，不以杀伤为主要目标，以防彻底劫院，并时刻观察。若是仅仅拦截，并未其他反应，便从打击目标中剔除；若是反击，便开始10倍资源重点打击。战略通天柱的落点将会是重要位置。第2轮核心区域的所有底蕴大陆，其中11座参与会议的底蕴大陆进行重点打击，剩余底蕴大陆进行普通打击。陈九天继续不断下令，而每一道命令落下，就有一批批通天柱开始升空。刹那间，无数根通天柱所爆发出极其密集的尾焰，将基地上方的天空撕成了碎片。这些通天柱以完全一致的轨迹升入高空，在空中完成转向，然后朝战争泥潭深处击射而去。全体注意，第3轮打击开始。第1轮还手的坐标及第2轮还手坐标进行无差别覆盖打击。陈九天的声音再次响起，极其冰冷。话音落下，导弹储备基地里数以万计的通天柱同时亮起了充能完毕的纹路，那些纹路从顶端往下蔓延，很快整片基地变得像一座正在燃烧的城市。然后他们开始升空。核心区域仅剩大陆上，一个年轻阴柔男人正在原地焦急夺骨。他已收到消息，樊狱已经正式进入战争泥潭，但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他在想要不要先限点生存时间过去，但这样会不会显得他太怂了，有点丢人啊。圣主，他的心腹跑到男人面前快速汇报道，目前为止樊狱还没有任何动静。这个阴柔男人闻言稍微安心了一点，有些不确定道：难道樊狱正如他所说的是个礼仪之邦，不会轻易造成杀戮，以德服人？如果真是礼仪之邦……话音未落，一道道巨大的爆炸声在仅剩大陆上空不断响起。与此同时，旁边的屏幕上也快速浮现出阵阵警告。樊狱发射了数千根能量等级为1级的普通通天柱，目标是我方本土。警告！警告！能量等级检测疑似有，正在高代价拦截。那一道道邦的声音，正是仅剩大陆的拦截成功所爆炸的声音。男人微微一愣，忍不住疯狂地怒骂了起来：疯了！提前预警了，都他妈拦截成功了，你才是警！但很快他才想起来，
自己完全屏蔽了一级通天柱的视景和画面显示。他快速冲到一旁的屏幕上，重新开启一级通天柱的画面显示。下一刻，原本没有任何动静的地中，看起来极其平静的战争泥潭的俯瞰画面，突然被无数猩红线条所覆盖，一道道猩红线条宛如鱼群般从边缘地区升空，呈扇形笼罩了整个战争泥潭。樊玉正在对战争泥潭所有大陆进行覆盖性无差别打击。虽然显示的是一级通天柱，但拦截所爆发出的威力，明显说明其中夹杂着不少战略级通天柱。这些战略级通天柱的能量等级被掩藏了。谨慎大陆的大陆之主几乎瞬间面色煞白，使得自己看起来变得更加阴柔，声音都在发颤。是这么个礼仪之邦啊！早说你这么棒，我早就懂礼仪了。谨慎大陆的大陆之主面色难看地望向天机屏上的画面，他此前都默认屏蔽了一级通天柱的预警和显示，毕竟没有意义。一级通天柱预警他干什么？这就导致他第一时间甚至没收到预警消息，等帮到自己头上才反应过来。樊玉可以隐藏通天柱的能量等级，这意味着可以将战略通天柱隐藏在大量普通通天柱里，无论是对预警还是对拦截的压力都极大。这个樊玉不一般，他有些肉痛地望向屏幕上升空拦截的通天柱，他们拦截必须得用战略通天柱拦截，否则一旦有一个隐藏在其中的战略通天柱炸开，都会造成不小损失。不用每个都拦截，只拦截那些轰向重要区域的通天柱。他快速下令，那些不重要的区域，要是被战略通天柱轰了也就轰了吧，损失比用战略通天柱拦截小多了。樊玉参谋阁内，陈凡面色平静地望向天眼之屏，那宛如天女散花一般的猩红线条，几乎在瞬间布满了整个屏幕，覆盖性无差别地轰炸了战争泥潭的77座大陆，但很快又停了下打击。招呼已经打过了，等回应吧。前3轮打击基本上没造成任何伤亡，都是以打招呼为主，相对柔和的手段，只有3座大陆回击。不过在被樊玉回应了更猛烈的10倍打击攻势后，也消停了下来，并未继续回击。狱主陈九天喉间微微滚动，开口了：“我们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虽然他很爽，但确实有点过于嚣张了。30万亿鬼石只是他们吹给外面听的，他们实际上只有2.4万亿枚鬼石左右，储备的通天柱也只有几百万个，其中大部分都是一级通天柱。这要是所有大陆都向樊玉发起反击，那樊玉是肯定顶不住的。越嚣张越安全。陈凡眼睛紧盯着天眼之屏上战争泥潭里各个大陆的实时动向。我们无差别打击了战争泥潭的所有大陆，看似嚣张，但反而却站在了绝对安全的位置。这个时候大概率不会有大陆主动向我们发起打击，原因很简单，大家都挨打了，凭什么我去当出头鸟？而我们接下来在核心区域只要找几个头铁的大陆，进行不计代价的快速打击，一锤定音，事态便会像我们想的那样去发展下去。你看，陈凡笑着指了指天眼之屏上一众陷入寂静的大陆，场面不是变得安静许多吗？一炷香后，陈凡在天眼之屏上扫了半天后，最后将视线锁定在彼岸族上，核心区域的一个鬼族势力，轻声笑着道：“招呼打完了，接下来该开始挨个敬酒了，给他上点压力吧。”下一刻，天地变动，云层翻涌，一行行字在如幕布般的云层上浮现了出来，请彼岸族的王前往樊玉上角一半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一炷香内，如未看见表态，樊玉将进行针对性打击。一行行字出现在了所有大陆的上空，无数人都看见了这一行行字，一时间，所有人都下意识望向彼岸族的方向，等待着彼岸族做出反应。另一边，彼岸大陆这个3级鬼族所寄居的岛屿上，彼岸族的王正面色阴沉地抬头望向头顶的那一行行字：欺人太甚，欺人太甚。这樊玉压根不把他当一回事，但他开始快速联系核心区域的其他大陆，联系前不久还和他们一起在岛屿上商议讨伐樊玉的大陆之主，只是无人回应。眨眼间，一炷香过去了，既然樊玉要打，那就打。恼羞成怒的彼岸族的王大手一挥，全军听令。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应到了什么，猛地偏头望向远处，只见密密麻麻的通天柱近乎不可的高空，无数道炽热白光正在飞速划破天际，如漫天流星般朝他砸来。荆棘鬼上前，他面色瞬间煞白的下令，鬼巢位于岸边的无数荆棘鬼开始酝酿准备起来。只是他所储备的荆棘鬼数量，在如此之多的通天柱面前，显得如此可怜。一时间，30多万根通天柱将整个彼岸大陆都包裹了进去，如不要钱般的疯狂砸下去，近乎给彼岸大陆夷为平地。一炷香后，世界变得安静了下来，但战争泥潭的所有大陆之主在同一时间陷入了极其死寂的沉默。彼岸族这个位于战争泥潭核心区域3级鬼族没了，像是一只蚂蚁一样被轻松掐死。而对此最骇然的还是核心区域的其他3级底蕴大陆，这意味着樊玉要是想灭他们，也是如此轻松。别抖，别抖！谨慎大陆上站在会议室里的年轻阴柔男人，此时正不断敲向自己那疯狂发抖的大腿，声音控制不住的发颤。问题不大，问题不大，投了就行，打不了一点，这根本没法打，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看来樊玉的那些消息大概率是真的，如果没有30万亿枚鬼石的储备，谁敢这么打？直接给彼岸大陆都夷平了。就在这时，战争泥潭的上空中再次浮现出一行行字：请谨慎大陆的大陆之主前往樊玉上角一半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一炷香内，如未看见表态，樊玉将进行针对性打击。几乎刹那间，他呼吸
吸瞬间停滞。第二个就点到他了吗？不是应该先点那些战争泥潭核心区域，准备商讨对付樊玉的势力？他可没参与会议啊。虽然他看不见其他大陆之主的神情，但在看见高空中这一行行字时，他就知道所有人的视线已经望向他了。就在这时，圣主不远处一个手下快速跑过来，语气急促道：“比特大陆那边有急信传来，说只要我们谨慎大陆敢迎战，他们立马跟上，并且他正在劝说更多大陆之主一起跟上。”跟个屁啊！这个年轻阴柔男人顿时恼羞成怒道：“那么多根通天柱砸下来，谁去挡？你去挡！”下一刻，谨慎大陆上空一根根通天柱开始同时升空，最后在空中炸开，形成了2个大字：收到。说罢，谨慎大陆的大陆之主才有些焦急的大步朝一旁的飞舟，朝樊玉飞速赶去。很好，谨慎大陆果然谨慎。樊玉参谋阁内，陈凡望向天眼之屏上的这一幕，不由咧嘴笑了起来。他之所以第2个选中谨慎大陆，就是因为想要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只要有了第1个人选择了上路，后面的人就会跟上。果不其然，没让他失望，谨慎大陆果然谨慎。接他过来吧。片刻后，谨慎大陆通过传送阵来到江北防线城墙上。这里是江北防线，介绍一下，我叫陈凡，樊玉之主，欢迎贵客上门参观。这个年轻阴柔的男人深吸了一口气，余光下意识扫过远处荒原上那密密麻麻的通天柱，才尽可能让自己心情平复下来。在下李开心，谨慎大陆的大陆之主。那个，我现在转你也行。陈凡不由笑了起来，将手臂伸了过去。战争泥潭的生存时间可以自由转出，方式也很简单，2座大陆的大陆之主肢体接触，且彼此心里都认可同意这笔交易，便可在天地见证下完成转出。下一刻到账了，永夜领主面板上弹出一条信息：丁，你收到来自谨慎大陆无偿赠予的1209天战争泥潭生存时间。在看见这条消息的瞬间，陈凡咧嘴笑了起来，甚至有些笑得合不拢嘴了。战争泥潭核心实力果然不愧是底蕴3级大陆，有点东西。樊玉原本拥有2121天，在收到这笔转账后，直接来到3330天，也就是说等级上限在这一刻就突破了28级，来到29级，距离5000天就差一点点了。只要再凑够这点，他就是直接晋升4级大陆。届时就算这群人围起来打他也不惧，真的是一半。这个面色阴柔的李开心，生怕樊玉不相信一样，你可以去我大陆看看，中控建筑上显示的不可作假的数字。不用。陈凡笑着拍了拍李开心的肩膀，我信你，看见你第一眼我就觉得我们投缘。李开心点了点头，随后才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下一个目标了，不能给这些大陆太多反应的时间。下个目标，就在他思考之时，身旁的李开心突然开口：“陈狱主，我斗胆提个建议，你点名比特大陆吧。”说说，在樊玉尚未进入战争泥潭时，便是比特大陆主动组局邀请一众核心区域的3级大陆围攻樊玉，此后更是一直提议的领头者，在刚才还联系我说，只要我敢开战，他就帮我，而且他还在联系其他大陆，是吗？陈凡笑了起来，他还真不知道这个消息，他能监听到的消息是很有限的，这个消息对他很重要，那就比特大陆了，先把这种喜欢跳的棘手家伙处理了。李开心长松了一口气，果然投降赢一半，说句不好听点，哪怕和樊玉打赢了，那所消耗的资源也肯定要大于那一半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赢了多亏，还不如投了呢。樊玉也就要了一半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你要给你不就完了？多大事儿，都哥们儿。陈凡笑呵呵地从李开心身上收回视线，望向灵魂深处永夜领主面板上的天眼画面，望向那座比特大陆。就在这时，脑海深处响起声音：彼岸族被灭后，在战争泥潭的生存时间自动划入永夜大陆。下一刻，樊玉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从3330天来到了4331天，彼岸族给他带来了1001天。挺好，陈凡笑了起来，轻轻摩挲着翡翠手杖。下一刻，战争泥潭上空云卷云舒，一行行字再次浮现：谨慎大陆的大陆之主已表态，成为樊玉的正式盟友。现在有请比特大陆的大陆之主前往樊玉上缴一半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时息内，如未看见表态，樊玉将进行针对性打击。已经4331天了，再差一点，灭了比特大陆后，就差不多够5000天了。到时候再多消耗一点通天柱，就晋升至4级大陆。现在他是吹牛皮，但等他4级大陆后，那就是真牛皮。陈狱主，李开心深吸了一口气后，你是我见过第一个刚进入战争泥潭的3级大陆，实力如此之强的，还行吧？陈凡轻笑着没有讲话，他突然发现名气这个东西好像很有数的引人的名。倘若没有齐越战役和向阳战役这2场战役彻底在这片海域打响樊玉的名声，他刚进入战争泥潭的时候，也不会凭借简简单单的覆盖性打击就震慑住所有大陆。好了，时息到了。陈凡摆了摆手，对着传音符随意道：可以开火了。超规格火力打击，别给对方反抗的机会。时息，李开心微微一愣，随后再次抬头望向头顶那一行行字，这才发现这次的宣战书上留给比特大陆的时间并不是前2次的遗嘱箱，而是时息，这是压根没打算给表态的机会。比特大陆知道这个事儿吗？他觉得可能不知道。比特大陆那个光头男人正面色阴晴不定地站在会议室，他不知道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发展。明明是围攻之局，大家一起围攻樊玉，但怎么发展成让樊玉挨个点名？别急，他深吸了一口气，缓缓闭上眼睛，还有1炷香的思考时间。比特大陆是樊玉第3个点名的大陆，第2个被点名的已经投降了。弱诺之辈，他联系了核心区域的所有3级大陆，但无人回信，大家都像是哑巴了。他就想不明白了，大家联手绝对有一战之力，为什么就突然鸦雀无声了呢？难道就要人樊玉那样剥夺他们这些人的血性呢？但事已至此，投降吧。
几乎刹那间，他像是衰老了许多般，长叹一口气，有些疲惫道：“先投降，给樊玉一半的战争泥潭生存时间，然后再慢慢谋划。只要樊玉露出一丝破绽，我们……”话音未落，会议室内的警报声便极其频繁的刺耳响起。他猛地睁开双眼，只见无数猩红线条正以极快的速度逼近比克大陆。是他猛地推开会议室的大门，踉踉跄跄的跑出去。只见远处大批炽热白光正在疾驰驶来，樊玉已发起了打击，这根本没到一炷香。就在此时，他才注意头顶上的那行字并不是一炷香，而是石溪。该死！樊玉压根没打算给他回来，可凭什么如此？樊玉凭什么如此针对他？但几乎瞬间，他便想明白了，景盛大陆已经投降了，肯定是那家伙给他卖。